大家好，我叫贾德玉，我现在在读博。我在新加坡读博读了很多年，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。6年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一个项目上，最后论文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，就感觉读博真的很像赌博。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东南亚做任何事情。校园区域也是一种园区。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，就爱听这一声。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不一样，因为人工是 man-made， 而人是 woman-made。我妈妈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，我就给她解释嘛。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方向是教人工智能学人，并且在一些场景下装人。说完我也觉得挺困惑的，我们人类不是可以直接造人吗？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智能，再让它装人？人造人不如人造人造人工人。我妈也不理解，她说你读博读了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造一个假人。你要是去造人，1年就出来了。现在小孩都会打酱油了，6年你都能造6个了。我说妈，咱家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多酱油吧？而且生产人性价比确实有点低，养孩子6岁就打个酱油，养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。DeepSeek 1岁就能做逻辑推理，语数科技的机器人3岁就能上春晚，人工智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可以为我打工赚钱了。反正也没有未成年人工智能保护法。我觉得我的想法这么奇怪，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妈。用人工智能的话来说，就是我的开发者。有人说我爸也有责任，我爸他只是提供了一点训练数据，而且他的训练数据里面还有许多脏数据。他一次提供几千万条、几百万条，有用的就1条。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，在这个课上，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，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。老师知道之后，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，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。那这个过程中，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？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，人工智能都懵了，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？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？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，双螺旋结构。好在人工智能也不总是智能。那天我问 ChatGPT，1/3加1/5等于几？他说1/8。仔细一想，倒也正常，毕竟 ChatGPT 是美国人发明的。后来我也去问了 DeepSeek， 他每次都能答对。相比于 ChatGPT， DeepSeek 训练过程中多了一个强化学习的环节，就是让他去刷题，做对了加分，做错了扣分，他就学得很好。真是棍棒底下出 AI 呀！妥妥的东亚式 AI。虽然没有问过，但我感觉 DeepSeek 配得感应该不高吧。也不知道 ChatGPT 回家会不会挨骂呀？看看别人家的 AI， 再看看你，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以后怎么进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啊？我把这个内容发给 DeepSeek， 问他建议，他说知识点太多，笑点太少。我说我相信喜丹的观众，他说呵呵，还是你们人类会做人啊。我说那你来加点笑点吧，他就在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对括号，括号此处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贾德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洋教主。
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？看出来就有鬼了哈，看出来。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，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，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，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，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，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。一搜，我天，说什么的都有，真的各位，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，聚焦都聚不上了，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，重启第二人生了，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，一点开后悔没早做。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。说实话，各位，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，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。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？有一个最有名的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，各位听过吗？没有。你们来着了，今天你出去之后，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。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？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，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。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，说修的有多好，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，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，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，那零件见都没见过。当时实在没办法了，也不会修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。说来也怪，不会修下水道，会德语。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：“哎，你们下水道坏了个屁的！”当。德国人说不要慌，下水道固有一坏。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。你打开那个坑，里面会有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，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。我天，各位，这个故事非常的扯，各位哈，千万不要信。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！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，千万不要信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么扯的故事，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。因为一旦是真的，各位，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。10几年后，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，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，没办法，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，还不会德语，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。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，哎，那我下水道好了，眼睛完蛋了。当，德国人说不要慌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，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，你们中文叫酒窝。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，大家一打开，真有个油纸包，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，换上之后眼睛完好如初。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。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，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，这个根本不用担心，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。我天，我们俩那个交流，用德语我不会德语，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，我们俩交流，我中间实在没办法，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，啊，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，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。各位，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，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。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，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，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，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？我在那聊着聊着，他跟我说 SMILE， 我就。他说奶 you smile， 我说 I smile 着呢，哎，这都快 laugh 了，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，这就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，我说您好，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？那个护士说可以，2个字刺痛了我。我30多岁了，教了10几年英语，英语没法跟人沟通，
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，能翻译德语，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。我跟人护士说，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，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那护士问医生，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？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？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，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，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。各位你应该能理解，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，不仅盲了，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，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。我要是出了风险，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。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，我说那个您能概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？有没有风险？护士说刘先生，您真的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风险，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。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，我一拿这护理包，我说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油纸包来了啊。我拆开那个护理包，各位，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。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。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，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，这墨镜它用不着了。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，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。我说那我问你，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？我一眨眼，眼皮给我切了，我以后跟个鱼似的，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。他说刘先生，他原话，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，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。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。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。我说嚯，快给刘先生切眼睛，切好了。后来发现多虑了，各位多虑了，手术非常的成功。我做完手术那1秒，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。那个翻译跑过来，手术很成功。我最后一次复查，我复查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，恭喜你，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。但是，我说有但是，咱不第一开始说吗？我说但是什么？他说但是，您年底就要38岁了，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。我说那严重吗？他说没事儿。戴眼镜就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梁振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悦。朋友们见面了，真的。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。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，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这连撞7天啊。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，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，没抬起来。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。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，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
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，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，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，在那想说忍一忍，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哎，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这个月经不调，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在食堂打饭的，我这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。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8字。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8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，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，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：“恭喜啊，女孩，全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”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你知道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。
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，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，说白了有点超雄，你知道吗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呢，你慢慢的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，还挺有责任心的啊。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，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他说，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十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，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为。谢谢。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，就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。我接下来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，大家集中注意力，好吧？我爷爷他离婚以后，带着他的小孩，娶了同样是离婚以后带着小孩的我奶奶，啊，就是带着小孩的重组家庭。我爷爷其中一个儿子，和我奶奶其中一个女儿，后来是我爸妈。啊，别担心，合法的，领了证。对，我爸妈是异父异母的兄妹。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哥哥跟妹妹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看那些狗血偶像剧，我就觉得，没有问题啊，非常现实主义题材。这真的会让我有点混乱。我从小就搞不太懂那些正规的亲属关系。我是直到上初中，我才勉强分清楚爷爷跟外公到底有什么区别。在我家是同一个人啊。那我同学告诉我说，他爷爷是他爸爸的爸爸，他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，不是同一个人。我说啊，你们家好乱啊！我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记不住姑父跟姨父、表姐跟堂姐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啊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就我整个家庭关系被极大的简化了。所以后来学英语学到 grandma、grandpa、uncle、cousin 的时候，那别的同学是很奇怪，老外怎么这么不讲究？只有我，既亲切又有点忐忑。我心想，我该不会是美国人吧？难道我老家佛山是佛罗里达的一座山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家这个配置其实优势非常大。我们家庭关系就很融洽，因为是这样。首先，你想，最让人头疼这个婆媳矛盾，直接就没了。我妈的婆婆就是她亲妈，哇，他俩才是一伙的，啊，相当于微信可以转支付宝了。猫给耗子戳上澡了，马斯克坐着比亚迪跑了。我一个老广用上东北小品的喜剧技巧了，很和谐。然后我妈结婚以后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她属于是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的水，确实很方便。登记领证也只需要带一个户口本，工作人员就问了，女方户口本呢？我妈说往后翻。我爸妈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动用夫妻吵架的绝招，回娘家，没听说过。也幸亏他们感情好。
要不然他俩要是离婚的话，那也太尴尬了吧。我妈真的管我爸叫前夫哥。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，会很蠢。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没有你这个爸爸，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舅舅。正月就去剪头。确实好处非常多，还有像什么过年回家都不用争回谁家的，根本说不完。我爸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他婚姻的经验，他说：“我跟你妈这一路走来，真的好省事。可能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省事。这家庭关系太好，以至于我看到别人家族微信群的名字，我都有点想笑。我说就凭你们，也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？顶多客客气气两家人。就一般家庭里面最难处理各种问题，在我家都不存在。我们家结构性不矛盾。正所谓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亲妈最好是婆婆。当然你们也不可能模仿，对吧？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婆婆妈妈了，就祝大家家庭幸福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戴伟。那直接投吧。希望你们已经习惯这种口音了，然后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，我真的很高兴能看见你们。我只是单纯脸长得有点臭而已，脸长得有点臭嘛，看上去不太友善什么的。我甚至有个朋友他跟我说过，他说：“哇，你长成这样，不抽烟很浪费哦。”我是怎么知道自己脸真的有点太臭？就是我居然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帮我穿鞋，当时是在溜冰场，我不会穿那个溜冰鞋，我让一个游客帮我穿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游客，直到他帮我穿完之后，他抬起头跟我说：“那我现在可以溜了吗？”我跟他道歉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人就是这样的，不敢说什么，你脚上又穿着2把刀。”哎，我觉得我在他眼里面，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如果在路上突然背后痒了，会强迫一个路人帮我挠痒的那种人。你过来，手干不干净啊？你乖乖的帮我挠一下背吧。哦，这个你不用管，这只是我身上背着的几条人命而已了。脸臭是天生的，我小时候也长这个样子，但说实话，小时候是不会有人给我递烟的。我这种长相只会被别人看不顺眼，甚至有一些嘴比较坏的人还会说我丑。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嘛，我只要经过一群男生，他们就会开始打闹，他们都会喂，你老婆有病吧？你老婆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因为就算我你老公那样骂回去没有用的，起不到一点嘲讽的作用，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愿意找一个丑男当老公的。喂，你老公啊？对呀，哎呀，他人很好的。但是长大之后情况就好很多了，没有人说我丑了吧？有时候也会被夸了，就是从小一直被说丑，到现在长相才被接受。哎，难怪说颜值就是正义，因为正义总在迟到。有时候我发一些演出照在网上，会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：“姐姐杀我。”背上又多了几条人命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不是丑啊，你这种叫做长得有高级感。就是如果你在农村的话，肯定还是丑的。在大城市，大家会觉得你很酷。你到了什么米兰那种地方，大受追捧。我没有去过米兰，但我去过农村，很准。”
然有什么用，对吧？难道有一天我被拐到东南亚，然后村民就会开始围观，然后我的头套一被摘开，他们就，哇，喂，你老婆吧？那个人贩子在后面都懵了，他说啊，不是吧，没有人买吗？我听说他在米兰很抢手的哦。这样也是因为审美确实一直在变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说脸臭就是高级感，因为我以前有唇钉的时候脸更臭，但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高级感。有唇钉之后，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侮辱我的话，他只需要往我嘴上扔一块冰箱贴就行了吧。所以其实我对于长相上面的称赞还是有点警惕，就好像唐朝是以肥为美的，对吧？但瘦的人可能就很可怜。就其实唐朝一开始真的是以瘦为美的，我甚至觉得杨贵妃其实没那么喜欢吃荔枝，她只是以肥为美之后，她想尽办法快速增肥，然后刚好听说岭那边有一批货很猛。万一皇上又换口味，喜欢那种什么大腮帮子的话，妃子全都得去嚼槟榔。整个后宫都是方块脸，皇上一推开后宫的门，哇，来了，我的世界。所以其实我有猜想过，我觉得武则天当初之所以选择登基，可能也是不想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。她14岁就要开始讨好中年男人，自己熬到中年之后要去哄小奶狗。她可能有一天在想，怎么穿个衣服都要看别人眼色，烦死。那我穿龙袍算了。然后这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卓妍。大家好，我是东晓。谢谢大家。很明显，节目组对黑灯啊，有点审美疲劳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需要一个全新的并行在这儿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腿脚不太方便，啊，就是走起来歪歪扭扭。这个是小时候一次脊柱上手术后遗症导致的。当时手术前大夫跟我们家的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就2种情况，第一种就是小腿发育不良，影响行动不便；第二种就是大脑发育不良，智力缺陷。很害怕，朋友们。你想，前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磕磕绊绊，而后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什么是磕磕绊绊。天哪！从你们反应当中，朋友们哪个结果更好？显而易见。所以当时全家做完手术之后，赶紧给我检查了一下，万幸啊，是瘸了。在学校的老师也经常教育我说：“东晓，你看你腿脚不方便，你没办法玩，你就应该想办法好好学习。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要没办法玩，我不应该想办法玩吗？对吧？人不就应该去想办法得到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吗？对吧？老师，那你评不上优秀教师，你快想办法玩吧，好不好？”在学校里，老师什么活动都不会让我参加，什么都不让参加，就是为了保护我怕我受到伤害。也很感激老师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参加一下的。比如说6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让我参加了一次运动会，运动会扔垒球，朋友们很感动。6年了，老师你终于想起来我胳膊是能用的。每天都去操场上练习扔垒球，然后隔壁班都问我说：“东晓你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要代表我们班参加运动会。”传出去说我们班太狂了，运动会让别的班2条腿。真到扔垒球那一天，朋友们，我站在那条线前面，我扔出那一颗垒球，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，我燃了。我当时觉得我虽然腿脚不好，但我依然可以为班级赢得荣誉。我虽然腿脚不好，但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。但我确实腿脚不太好，我没站稳踩线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取消成绩那一刻，我特别想问裁判，我说腿脚不好，没有人同情一下吗？自从那次之后，老师还在教育我要好好学习，认真学习，还拿我们班长给我举例，说：“东晓，你看咱班班长每天从早做到晚，从早到晚就在这学习，每次都考第1名，你羡慕不羡慕？”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不光羡慕，我还恨啊！他有好腿，他不用啊，他从早做到晚。”谢谢大家，我东晓就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尚小菊。大家好，我叫王九龙，我们是叔叔和我。谢谢。
说实话啊，第一次站到这个舞台，心里多少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天塌下来我帮你顶着。谁在说话？哎呦，不低头都看不见你。你不要拿我的身高开玩笑啊！我的身高在德云社还是很神圣的，我是为数不多可以跟郭德纲老师平等对话的人。好，身高咱们就不提了。好啊，这一次我们的表演跟相声有所不同，会有一点。因为今天呀，我们不要桌子，不要大褂，不要包袱，不要排名，我们脸都可以不要。这得要。你要他干嘛？你要他干嘛呀？毕竟我最近在准备一件人生大事。哦，你要风光大葬？没那么大呀。那就随便埋。就不是这个事儿啊。是什么事儿？我要求婚。我不同意。谁跟你求婚了？谁跟你求婚了？你要结婚了，那以后谁跟我玩啊？再说你结婚有什么好的呀？我现在已经遇到合适的了。那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求婚你不让我参与。所以说呀，让你帮我出个主意。求婚的日子定了吗？现在还没有定好。定8月29，吉利。哦，敢问那天是？我生日。你生日，这聊正事儿呢。我想跟您说的是，求婚就要出其不意，日子定好了就没有惊喜感了。人定好了还没惊喜感呢。渣男。哎，我这不顺着你那话说呢吗？哎，你知道你哪天跟他求婚，他肯定猜不到吗？哪天呀？昨天。柯南也猜不到啊。是哦，你女朋友叫柯南。你岳父叫毛利小五郎啊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帮我找求婚的地点。你有没有想过在哪里合适？我是想在比较热闹的地方。热闹？对。山东大集。热闹，每天人山人海。不，我带他喝早酒去啊。热闹啊！不，找个女生爱去的地儿。女生爱去？快递站。他有没有快递站？去那里翻一翻，感觉跟要有似的。不，这也不行啊。有没有那种空间私密、闲人勿扰，哪怕我多花点钱也行？那就 ICU。空间绝对私密。谁会在医院求婚呀？空间私密啊！不是，你最起码得找个高档的餐厅吧？那还不好找。哪儿啊？沙县。那儿高档吗？你就说惊不惊喜吧。不是，你在沙县求婚太奇怪了吧？确实很奇怪啊，在沙县求婚怎么能不点盖饭呢？这是重点吗？是口味要重一点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在沙县求婚太随便了。不会，我可是把你们的求婚戒指放到了很特别的地方。你放到了沙县老板娘的手上。你让我去偷老板娘的戒指啊？什么叫偷啊？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叫抢。行了，你呀得放在一个好拿的地方。那就盖饭里。盖饭里啊？太恶心了吧！白金上边像个宫保鸡丁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放在盖饭里的戒指，它就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而是一枚钙指。钙指是个什么鬼呀？钙指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在这里搞喜剧？是钙指。哎呀，S 也不发音呐。哎呦，他会不会因为这个谐音梗提前猜到盖饭里有钙质啊？他甚至猜不到这是个谐音梗。戒指。当你把这个戒指给他戴上以后，你将不是凡人，人世间的情分不能再沾半分。不能沾半分，我结婚图啥呀？这戒指能套头上吗？当你把这个戒指安假肢来了，你上边。你相信我，现在你就把他约出来。不是，现在约他2个人是不是太尴尬了？会有一点，你叫上你所有的朋友。好，我也叫上我所有的朋友。你干嘛叫你朋友啊？我不瞒你说啊，我的朋友特别爱吃沙县。你拿我请客来了？那好了，只叫上我所有的朋友。我朋友呢？你背着我还有别的朋友，你个丧良心的！你不也有别的朋友吗？那扯平。总之你相信我啊，这样，你稍微晚一点给他打电话。为什么要晚点打？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打？他说现在就打。跟谁说话呢？你别管，你别管，我俩都建议你现在打。
哦，好，那我问问啊，你说那到了沙县晚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得放点音乐呀？我给你们准备浪漫的音乐，不够惊喜呀。放《铁窗泪》。那是求婚吗？你就说够不够惊喜吧？哦，那我问，还得提前准备鲜花吧？鲜花你都没准备啊？沙县里也没有鲜花啊。老板，炒份腰花。谁求婚会吃腰花啊？你求婚不吃腰花，什么时候吃腰花啊？不是你求婚腰花，你就说够不够惊喜吧？我还给你放了 VCR 呢。那不够惊喜。播放今日说法。那能行吗？你就说够不够惊喜吧？哦，那窗户外边还得放烟花，不够惊喜啊！放原子弹，这不行，就放一颗。行，半个都不行。你要记住，没有惊喜感的求婚毫无意义。那我最后总得说点什么吧？你单膝跪地，我单膝跪地，拿出戒指，我拿出戒指，说求婚词，不够惊喜。你唱擦皮鞋。双臂摆动，哎，他们2块5一双啊！黑鞋有，白鞋有，棕色鞋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就算成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按你刚才说的，我给你来一遍啊！来，是不是到了晚上，我女朋友往沙县一坐，开始吃盖饭？这时候我说，老板娘，你过来。从他手里抢下戒指，顺手我就藏到了盖饭里，趁他不注意，点燃窗外的原子弹。哎，屋里的大屏幕也放起了今日说法，那铁窗泪也响起来了。我一个朋友都没来，你30、50个朋友在这闷头吃着盖饭，我大声唱着擦皮鞋，手捧腰花，单膝跪地，手拿戒指。哎，这戒指一拿出来就没有惊喜感了，这个必须得换掉。你让我想想换什么？快想，换什么？我要惊喜，手铐。神经病吧你！谢谢大家。感觉都是我的托儿啊。来了啊！大家好，我叫辛博。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，你知道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，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，大病互相看，新型家庭合作医疗。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，经常吃药，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。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，儿子你记着啊，这个牌子的药啊，没劲儿。就是我能得什么病，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。在我理解，这就是听诊。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，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。科普一下，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，那年我7岁。每天都给我按，朝我的突出部猛攻。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，你妈也不管，我爸负责按，我妈负责按着我。我甚至在想，小的时候走丢了，警察问我爸：“哎，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？”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。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，能解锁我儿子。后来11、12岁。我就开始长喉结，有点害怕，这能按死我吧？天天夹着嗓子说话，转移了，颈椎间盘也突出了。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，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，淤血一直不好。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。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，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。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，确诊真菌感染，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。听说那个5%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，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。说儿子，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。我
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。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，我们家经常做。鸡肉可以不吃，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，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。说是吃啥补啥，以形补形，但不让我吃蘑菇，说那都是真菌。按照这个说法，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，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。我只听说过见手青，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。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一直有疑问。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，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。我妈给我的解释是，起码咱们控制住了。直到去年去捏脚，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，说：“老弟啊，你这是湿疹，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。”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，因为上面写着 OTC。这能有劲儿吗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，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。18年了。当然，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。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，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，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家，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没有人想我，但一定有人想治我。我爸说是甲流，我妈说乙流。两个人争执不下，最终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。这2个药的核心，一个叫阿比多尔，一个叫奥司他韦，都有一定的副作用。阿比多尔胃胀气，奥司他韦拉肚子。我奉劝各位啊，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。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。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，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，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。医生建议打青霉素，我爸说：“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，头孢。打上就退烧，不打就高烧，反反复复1个多月，我才肺炎。”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，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？就那么个条件，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、靠直觉。我受过教育，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。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，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。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，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，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。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，说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？我说怎么可能呢，对吧？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以后就是我养你们。爸，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，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。妈，你也是，我帮你按按。原生家庭，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。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，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，跟我说孩子对不起，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辛博。